沪上顾家，湘江陈家，古城沈家。恳求于小姐出世，救我家头于危难。江家老祖与我因果未消，我已答应护他江家1年，便不会失信，除非江家背弃。诸位，不送。于小姐，于小姐。于小姐来江家这1年里，江家蒸蒸日上，没想到连这原本废弃的芙蓉岭都生得愈发枝繁叶茂了。于小姐，可真是我们江家的福星啊1年前，江家家业败落，家人身患顽疾，江恒自知江家危亡，求我出世。小姐，于小姐，如今江家败落，后继无人，家人更是重症缠身，求您看在和祖上有旧的份上，救救江家吧！为了结与江家祖上的因果，我以身入居江家。好。神迹，神迹呀！我以双腿为引，镇压江家浊气，封于此辈。只需1年，江家福源将至。可若是背誓毁碑，必将家破人亡。江恒，谨记在心。如今，我也能给江家走上一个交代了。如今1年之期将至，今天便是最后一天，江家将福运亨通。希望不要出什么差错，否则江家这1年所得的一切都将顷刻崩塌，消亡殆尽。这好端端的，怎么会有乌鸦在叫？少爷，于小姐。少爷，于小姐，大小姐在外经商1年，已经从国外回来，夫人特意准备了接风宴，让我来请你们回去。于小姐，我推您过去吧。
呀，妈想死你了。晚风呢？这个点儿应该在后院陪于小姐赏花呢。于小姐，就是那个整日只知道在我们江家白吃白喝的骗子，就知道使唤我家里人，他还真当自己是个大人物了。婷儿，不得无礼。于小姐是咱们江家的大贵人，一会儿啊，你见到于小姐，一定要记得向她请安，可不能怠慢了。哼，什么狗屁于小姐！等这次和袁家合作的芙蓉岭开发工程结束，我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装神弄鬼的骗子赶出江家。姐，少爷，这是于小姐今晚的专属菜单。我都说了多少次了，于小姐不吃荤腥，快去后厨把菜单里的肉食荤腥通通给我去掉。还有，食材要天山雪地的百年珍品，碗要最顶级的龙血青色。食材要百年珍品，碗竟然也要1000多年前的古董，他1年的开销比我家里人10年加起来。记住了。是。人都到齐了，于小姐，我们先落座吧。这可是江家主座，平时只有爷爷才有资格坐，他一个外人凭什么坐在这里？于小姐是我们江家的大恩人，你在外面做生意风生水起，咱们江家能东山再起，靠的都是于小姐，这主位当然该给于小姐坐了。妈，你老糊涂了，我江婷能在江家落魄之际带领江家跻身上流，靠的是我聪明能干和响当当的本事。和他一个只会白吃白喝的骗子有什么关系？江婷天命衰金，本非经商的材料，却因我侥幸成了商业巨贾。时也，命也。我们江家能有今天这个地位，全都仰仗于小姐。姐，我们不能不知感恩啊！是啊，婷儿，你千万不能再冥顽不灵了。你们与其相信江家兴盛是靠这个骗子的满嘴谎言，也不愿意相信是因为我天资聪慧运筹得当。实话告诉你们吧，今日我回家来，带回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我呀，已经和袁家谈成了合作。袁家是那个东省首富世家，不得了，能和袁家达成合作，那可是一步登天，平步青云啊！袁家看上我们江家祖宅后面那片坡，打算投资100亿，铲平之后要建成滨海的商业区，我们江家年年享受分红，10年利润至少50亿。50亿啊！宅后面那片坡，姐，你该不会说的是芙蓉岭吧？没错，袁家建筑队明日就到，要铲平的就是芙蓉岭。不行，你爹生前多次告诫，说芙蓉岭乃江家福地，就算有一天我们江家人要饿死街头，那都不能动的呀。是啊，姐，芙蓉岭坚决不能动。爸那是年纪大了，老糊涂了，竟然相信这一个招摇撞骗的黄毛丫头的谎话。当初江恒为了求我改造芙蓉岭，拯救江家，付出了性命。江家能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江小姐，且行且珍惜。闭嘴！当初的事儿你还有脸提？我爸就是因为听信了你的鬼话，我们江家才会平白让你这个江湖骗子骗吃骗喝1整年。婷儿，你在放肆！你还不赶紧向于小姐敬茶赔罪！快呀！
没想到啊，我才走了1年，你们就被他洗脑的这么厉害。不是让我端茶道歉吗？好啊，我劝你考虑清楚，不要白白辜负了你父亲的牺牲，否则追悔莫及。姐，装的倒是像啊。妈，晚风，你们看好了，冒犯了她这狗屁于小姐，到底有什么后果？于小姐，你没有受伤吧？小婷，你疯了呀！看到了吧，我逾矩了，后果呢？哼！后果呢？哼！这镯子可是我满月那年爸妈带着我去城隍庙求下的，整整20多年一点磕碰都没留下，今日怎么会无缘无故的碎了？婷儿，这一定是你刚才对于小姐不敬才会这样的，你快向于小姐道歉呢！快！不过是个破镯子，戴了这么多年，早该碎了。妈，你别自己吓自己。告诉你，芙蓉岭这块地我还非就拆了，明日拆迁时辰一到，我看谁能拦我。姐，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呢！大小姐，什么？袁管家到了，那我速去迎接。有那位大人物的消息吗？大老爷，老龙已经搜遍全城，可仍旧没有那位大人物的下落呀。当年爷爷病危，要不是他，我们袁家早已崩塌。现在也只有他能够救我们袁家。继续找，务必倾尽全力。记住，就算袁家散尽万贯家财，也要请得这位大人物出世。是。爹！感谢小姐出手救我父亲啊！光是为了探寻那位大人物的消息，我袁家已经花费整整1年时间以及数亿的真金白银。唉，可此等大人物又岂是那么好找的？袁管家，终于等到您了，快请进。袁管家放心，等到明日时间一到，就可直接动工。他怎么会和那位大人物如此相像？不可能，已经60年了，那位大人物绝不可能如此年轻，而且那人本领通神，怎么可能成了个瘸子？在世上相像的人那么多，兴许呀，是我看错了。袁管家，袁管家，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江大小姐，我还有事儿，明天我们会准时赴约。大小姐，真有这么做呀？夫人可吩咐过，万不可怠慢于小姐呀。要是让夫人知道我定了她的门，那夫人肯定会用家法来处置我的呀。有我在，
乡下没人敢动你。这还不快放！于小姐，对不住啊。姓于的，我看你明天还怎么做管闲事。这可是由世界上最坚硬的钨钢做的，重达1000斤，就算是神仙来了也掰不断。我看你这次还怎么处？走。张恒文，你倒是养了个好女儿。此次江家大小姐能与东省首富袁家达成合作，想必江家日后必能一飞冲天，成为海城顶级首富，指日可待呀！是啊，江大小姐，等您日后发达了，千万不要把我们忘了呀！这是自然，日后有我江家一口肉吃，就有各位一口汤喝。大小姐，时辰到了。既然时辰到了，那我们便开拆。这是江家的福泽之地，我劝你不要拆。这怎么可能？我分明已经把他……这人是谁啊？这江家有这号人物吗？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此人就是江家的一个瘸子，据说呀，在江家白吃白喝一整年，花的钱都快顶得上江家1/3的财富了。原来就是江家养的一个残废，竟然敢在这里指手画脚，江大小姐一定不会轻饶了他。小姐，于小姐已经说过了，这块地不能拆，你就看在咱爸的银面上，收手吧，好不好？你怕不是疯了？我在外面好歹是首屈一指的商界女王，而她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你让我听她的？确实，江家大小姐这一年崭露头角，初入商界就带着落魄的江家击入上流。外界都说呀，江家大小姐是难得一见的经商天才。要我说呀，放着这么优秀的女儿不成，却偏偏要把一个白吃白喝的黄毛丫头当成宝，这江家呀，还真是瞎了眼。你们，今日这芙蓉岭，我拆定了。晴儿，你去马玉去劝，于小姐是咱们江家的大恩人，她不会害我们的呀。她说了，这地不能拆，不能拆呀。妈，这次的开发是和袁家合作，如今袁管家就要到了，你难道就放在眼前这价值100亿的财富不要，去信一个骗子说的鬼话吗？是妈，你就看着就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江家。给我拆！记住，芙蓉岭关系到江家的生死存亡啊！芙蓉岭在，江家便在，否则江家将躺在临头。爸，你放心，我必将誓死守护芙蓉岭。芙蓉岭不能拆，姐，如果你今天非要拆的话，就从我身上压过去吧！不孝子孙，还不赶紧退下！不孝子孙，还不赶紧退下！爷爷，爸，我
我就知道你们被那姓于的迷昏了头，所以我特地把爷爷请来了。爷爷，就是那不长眼的黄毛丫头，妄图阻止我们与袁家合作。哼哼，一个在我们江家白吃白喝、什么都不懂的丫头片子，管她做什么？袁家到。像，真像。可惜了，要若是那位大人物就好了。哈哈哈哈哈哈！袁管家亲临，江家真是蓬荜生辉啊！老爷子，恭维的话就不必说了。现在时辰已到，还是赶紧动工。我受少爷的嘱托，还得赶快去找一位姓于的大人物。袁家还在等着他救命呢。姓于，真是我想多了。哈哈哈，应该的，应该的。来人！爷爷，于小姐说了，芙蓉岭不能拆。于小姐，怎么连姓氏也一样？于小姐，于小姐，明儿这姓于的让你把江家卖了，你是不是也要乖乖替他数钱啊？小峰啊，你年龄尚小，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是你爷爷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呀？有些人就是在这儿装神弄鬼，为了就是吸引目光。你别那眼睛。来人，给我拆！我以双腿为引，镇压江家浊气，风雨慈悲。只需1年，江家福源将至。可说是背誓毁碑，必将家破人亡。江恒，谨记在心。你想清楚了，这可是江恒为江家求得的福地，你若拆了，江家这1年所积攒的一切都将顷刻覆灭。如今的江家有了袁家的帮衬，肯定是越发的昌盛。什么？顷刻覆灭？老夫根本就不吃你这一刀！来人，拆！若灾祸降临，凭他袁家可护不住你们。于小姐，这话可不敢乱说呀。袁家乃是我们东省第1大家，我们江家得罪不起的呀。哼，在我们江家，你作威作福也就罢了，如今还敢当着袁管家口出狂言，现在赶紧给我跪下，袁管家道歉！让我跪，袁家不够格。让我跪，袁家不够格。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于小姐，袁家权势滔天，一个鼻息，我们江家就万劫不复，这样的话可不能说呀。哼，我看他就是诚心想和我们江家作对，现在还敢对袁管家不敬。来人呐，把他给我赶出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得罪了整个袁家。我若离开，江家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你确定还要我走吗？我看你怕不是疯了吧？江家现在所得的一切都是我凭本事赚的，少了你这个白吃白喝的废物，江家只会更好。还不快动手！不可以，于小姐双腿有疾，万不可能伤到啊！双腿有疾？我怎么记得刚来江家的时候，双腿明明好好的？于小姐，我父亲为了江家，连续7天7夜跪搓祠堂，日日祈祷，如今夜受牵连，突发而起。你有大能，求小姐你救救我父亲啊！也是一心为了江家，
小姐救我父亲。对呀，我记得于小姐刚来的时候，腿明明是好的，什么时候就瘸了呢？啊，我知道了，肯定是他觉得以前的手段不够用了，故意坐在轮椅上装瘸博同情，想继续在我们江家享福是吧？啊，姓于的，你还真是好心机啊！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我相信于小姐绝对不是这种人的。还能有什么误会？当众顶撞袁管家，还在我们江家装瘸卖惨，你必须站起来，给袁管家下跪道歉。你想清楚了，我若是起身，这个代价，江家恐怕承受不了。你想清楚了，我若是起身，这个代价，江家恐怕承受不了。这什么意思？老夫是可以独自熬过生死大劫，有大福报之人，还什么承受不住你的代价？你是自己站起来，还是让老夫叫人架起你来？江家如今的欣欣向荣，包括与袁家的合作，都是以我这双腿为代价换来的。让我起来，这一切都将化为虚无。这代价，你未必承受得了。江家如今福运不断，财运亨通，更有小婷这样的商业奇才掌舵。什么？让你起个身，这一切就将化作虚无。你当我是3岁的小孩，这么容易糊涂吗？妈，这就是你一直封为座上别人深信不疑的福星，现在终于看清他的真面目了。来人，把这个黄毛丫头给我抓起来，我让大伙好好看看，她是不是在装瘸。爷爷，万万不可呀！爸临走前千叮万嘱，说谁都不能对于小姐不敬，不然江家就大难临头啊！你把临死前说的胡话你也当真？今天我就不信了，倒要看看这个黄毛丫头能把我怎么样。妈，你快说句话呀！妈，晚风，妈觉得姨姐和爷爷说的对，我们江家伺候了她整整1年，可谓是有求必应。可是她如今不仅装瘸卖惨，还在袁家面前大言不惭，陷我们江家于不义。依我看，当初你妈就是看走了眼，她就是徒有虚名。哼！来人，把她给我抓起来！不要，爷爷，爷爷，让我亲自来。我一起身，契约即刻解除，江家所得都将付诸东流，包括你的命。哼！你比天还硬，轮不到你来找。啊！你快劝劝爷爷呀！他在我们家白吃白喝了整整1年，我也想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这不就起来了吗？你说的报应呢？我怎么没有看见？有报应！爷爷，朋友真的来了，你快向于小姐赔罪啊！什么狗屁的灾祸，不过是刮风打雷而已。春夏季节，打个雷，这不很正常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大伙儿都看着啊，该冒犯的我也冒犯。这个姓于的，你也被我给拉了起来。灾祸呢？
报应呢？怎么我什么事都没有啊？这世上哪有什么鬼神邪说？有的只有拿鬼神邪说装神弄鬼的人。因果有报，江家福缘已尽。谎言都被揭穿了，还敢在这招摇撞骗？上天有灵，天地有眼，你若再执迷不悟，小心天打雷劈。才敢在这儿蛊惑人心，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应，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好端端的还站在这儿啊？爷爷，死了，人真的死了，他的话灵验了，这家老爷子真的被人劈死了。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姐，爷爷已经遭报应了，你不要再冥顽不灵了，你得向于小姐道歉啊！菲儿，这不可能，这世上绝对不可能有什么灾祸，一定是这一袋树木茂密才会引来闪电，怎么可能和他一个黄毛丫头有关系？这只是前兆，虽然约定已经解除，但此碑仍镇压着江家浊气。今后只要江家好生供奉此碑，每日礼拜，心怀虔诚，仍有喘息余地。不要再执迷不悟，亲手毁掉这最后的希望了。你还在这装神弄鬼！爷爷的死只是偶然，此碑关系到与袁家的合作，爷爷若是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希望我能带领江家走上巅峰的。我不能辜负了爷爷。来人，把爷爷抬走！开工前先将这碑给我砸了，我倒要看看他所谓的狗屁灾祸能奈我何啊！不行，姐，爷爷已经被雷劈死了，你还要一意孤行吗？难道你非要把我们江家拉下水不成吗？我江婷可是能扶江家大厦于江西的天之娇女，如今又有了袁家相助，江家从来靠的都是我江婷。你若说是谁要毁了江家，那便是他这个招摇撞骗的神棍。给我砸！大姐，你想想爸的遗言，唯有这块碑，爸临死前千叮万嘱，谁都不能碰，否则爸在九泉之下不但不能瞑目，连列祖列宗都不得安宁。爸那是老糊涂了才会病急乱投医，把一块破碑当成什么狗屁福地。但我清醒得很，今日这碑我非砸不可。只有一事，我要提醒你谨记：若此碑遭受损毁，江家死期将至。江恒谨记，日后我定叮嘱晚生后辈时时呵护，绝不让此碑受半点损伤。江家虽福缘已尽，但若能潜心供奉此碑，时时警醒，日后从善，虽不能富贵，但仍能苟活于世。可你说动了这个碑，江家覆灭在即。我倒要看看江家怎么覆灭在即。把他给我拖下去！大姐，不要啊！大姐，我最后劝你一句，此碑是江恒与我立下的契约，如若损毁，灾祸随即降下，江家众人不得好死。你确定要这么做吗？你这套装神弄鬼的把戏骗不了我啊！哈哈。不要啊！怎么样啊？如今
罚了，报应在哪儿呢？灾祸又在哪儿呢？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灾祸又在哪儿呢？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地震了？难道真的是灾祸降临？我们不会被活埋了吧？是啊，婷儿，这不会真的是……妈，前一段时间沿海城镇不是地震频发吗？这肯定是余震，你别大惊小怪的。怎样呢？如今被我也罚了，报应呢？灾祸又在哪儿啊？哼！徐军来了。江总，大事不好了！江氏集团投资数十亿的竹楼工程突然塌方，在场的数千位工人尸骨无存。什么？江总，公司内部数十位元老级股东纷纷撤资，价值数十亿，公司内部资金紧急告缺。江总，海城突然发生诡异地震，方圆数里之内只有总部大楼被埋进了地底，很多合作商听闻此事，纷纷要求取消合作，实时亏损总计超100亿，江氏集团破产了。不，这不可能！江氏集团破产了。不，这不可能！这可是江氏掌握着海城半个地产命脉的一方巨擘，居然顷刻间倾家荡产！哎呀！于小姐说，江家家破人亡，福命在即，这一切都一一兑现了。姐，你快去跟于小姐道歉，她有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她。你求她饶我们江家吧，好吗？是啊，小婷，那可是100亿呀！我们江家所有的资产说没就没了，这一定是我们冒犯了于小姐的惩罚。快，我们一起向于小姐请罪啊！快啊！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狗屁灾祸。你不是说江家去年所得的一切都会付之一炬吗？那我的命怎么没被你收回去啊？不就是做生意吗？有赔有赚的很正常，不过是些天灾人祸，谁能预料？而且我是天之骄女，商界奇才，只要我还活着，江家东山再起简直易。报应，江家得报应了，快跑啊！跑！仅因为毁了一块碑，江家在旦夕之间破产，江婷更是瞬间白发，直接老死，只等生机。他到底是谁？小姐，我劝你最好不要碰他，否则你连交代后事的机会都不会有。他是他，真的是他！袁家一直在找的大人物，居然一直在我面前。喂，大少爷，您说的那位大人物，如今就在伏龙里。你说什么？你说什么？这个于小姐一言必让势如破竹的江家顷刻覆灭，甚至江婷跟他爷爷得罪他也就此身死。此事当真？
此事千真万确，老奴亲眼所见了。如此神器，错不了！快，不惜一切代价把他请到袁家救我爹。是。爹，有救了。于小姐，我知道是我们江家对不起你，可是我大姐已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求你放过江家吧，好吗？于小姐，我们错了，我们错了。您大人有大量，你就饶了江家吧。江家不能毁在我的手上。晚了，你们自求多福吧。快，随我去迎于小姐回府。于小姐，于小姐，刚才是我眼拙，有眼不识泰山，没能认出您的真身，还请于小姐恕罪。如今袁家家主身怀重病，危在旦夕。若于小姐愿意出手，袁家必有重谢。袁家当代家主叫什么名字？回于小姐，袁家家主名叫袁绍宏。当年的小男孩，如今竟也成了一家之主。感谢小姐出手救我父亲。小姐，小姐，这便是全职狗蛋，这位便是于小姐，我们袁家已经扶持千年的主人。于小姐便是袁家的天，你记住了吗？当年满城瘟疫，民不聊生，我为挽救苍生疾苦离开了袁家，没想到故人之后竟落得如此下场，我也该去见他最后一面了。带路吧。于小姐身怀奇术，是这世上唯一能救家父的人。我希望你们好生礼待，万不怠慢，记住了吗？是。那你说，这于小姐真有大哥说那么神乎其神吗？一句话让江家垮台，这种事儿可能吗？少家主的话听着便好。这怎么可能？怎么了，何长老？老夫自小和家主一起长大，有幸见过于小姐一次，没想到她竟然和60年前一样，一模一样呀！身材、容貌竟分毫未差。何长老，这你就说笑了吧？这肯定是于小姐的后人呐，这哪有人能60年容貌不变啊？那不成老妖精了吗？不得无礼！于小姐是能救袁家于大危难的大能耐之人。也许是我想多了吧。于小姐，这位就是我们袁家的邵家主。于小姐，如今家父性命垂危，族人重镇缠身，袁家愿不惜一切代价，请于小姐出手救治。求于小姐救救袁家！是你，当年跟在袁绍宏身后的那个小男孩。
不是吧？是我合掌这么多年不变呀？于小姐，这位是我们袁家的何长老，您认识呀？他呀，肯定是小时候听奶奶提起过咱们袁家的事。这世上哪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人呢？三弟，算不上认识。看来我与袁家前缘未尽。请于小姐先行入内。于小姐，于小姐人呢？我。你怎么？醒来吧。小姐，小姐，真的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自从60年前您离开袁家，我就一直在找寻您的踪迹，本以为此生无缘再见。没想到，在临死之际，你竟还见老奴一面，老奴死而无憾呀！起来吧，狗蛋。我如今回袁家，只是为了见故人一面。你早已不是我的奴仆，不必再跪。小姐，在老奴心里，你永远是袁家的主人，谁都无法改变。只可惜，老奴命不久矣，此生再也无法为小姐鞍前马后了。石碑碎裂，江家毁约，而后便是袁家引路，故人重逢。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狗蛋，我既然已经回来了，便不会让你死。重症产生，病入膏肓，片刻不能耽误。李小姐，有什么吩咐？我说，你记。你说这些，都是于小姐要的。你说这些，都是于小姐要的。是的，于小姐吩咐了，这个名单上的东西一点都不能少。千年沉香，100年黄金叶，这些东西连我们袁家都没多少存量。还有这凤鸟长明灯，那更是价值连城，整个上海滩都找不出一个，价值1000万大洋。还说什么是我们袁家的救星？我看呐，那就是灾星。三弟，不可造次。于小姐是现在唯一能救爹的人了。只要能救爹，别说什么千年沉香100年黄金叶，就是他让我把袁家的所有产业拱手相让，我也甘愿呢。是，大哥，我现在就去安排，把东西啊给于小姐送过去。去吧。念在你袁家为奴数百年，忠心耿耿，
便赐予你袁家这颗木尘珠。在我走后，常伴身旁，可延年益寿，镇守袁家。怪不得袁家灾祸缠身，原来这木尘珠沾染了过多凡俗之气，沦为废品。于小姐，您要的东西。你在干什么？你手上拿着的可是我袁家至宝木尘珠，那是我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留下的镇宅之物，你赶紧把它给我放下。无用之物，不如丢了。把我们袁家的至宝当垃圾丢了！少爷啊，于小姐是少东家请来的三思啊你。我收拾不了你，有的是人能治你。你给我等着，我现在就告诉我大哥。不必理会。本香沏茶。长日明灯，正春。这是长明灯亮，任何人不得入内。半日之后，灯燃尽，人可活。白先生，这边请。二哥，三弟，二哥，你快去救救爹吧！什么？胡闹！爹都病成这样了，大哥居然找了一个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给爹治病。二少爷，于小姐是邵家主和何长老请回家的，说是有大本事能救老爷。他有个屁的本事！二哥，你是有所不知啊，这姓于的一进咱们家，他便狮子大张口要了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然后他大言不惭地说咱们袁家的至宝木尘珠是垃圾，然后他竟然把木尘珠当垃圾给丢了。你说什么？他把木尘珠丢了？袁绍息怒，我既然来了袁家，便绝不容这等黄毛丫头玷污了我等医者的生命。二哥，这位是啊，不周，这位便是赫赫有名的国医圣手白景川白先生，能活死人肉白骨，人称妙手医仙。白先生，你可有把握救我爹十之八九。那太好了，二哥，那快带白先生救爹去。先生，您请。快去报此事禀告大少爷。是。切记，燃灯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否则袁绍洪将生死道消，神仙难治。是，于小姐。二哥，那疯女人就在这儿。木尘珠，这真是我袁家的木尘珠。他竟然敢把我袁家供奉几十年的至宝当成垃圾，找死！少爷，于小姐有交代，燃灯期间之内，任何人不得入内啊！不得入内？这是我家，哪里有我不能去的地方？滚！
不行啊，少爷，于小姐有交代，如果燃灯期间之内门打开，老爷将会生死道消，神仙难救啊！少爷三思啊！什么生死道消，神仙难治，都是狗屁！要我看呐，就是那个疯女人神志不清，胡言乱语，你还不快点给我滚蛋！于小姐能一言决断江家生死，如今更是能无火燃灯，一定不会无的放矢。不要啊，少爷，我求你了，这燃灯期间开门，老爷会很危险的。滚开！这世上还没有我袁维军不能开的，我倒是要看看谁在我袁家装神弄鬼。于小姐，我说过，燃灯期间，任何人不得入内。你还敢在这装模作样？白先生，你可曾听过这种规矩？老夫行医半生，闻所未闻。治病救人靠的是医术医理，而不些什么邪门歪道。一介凡夫，自然见识浅薄。你可知道他是谁？这位可是赫赫有名的国医圣手。凡夫依旧是凡夫。哼，老夫治过的病人没有1万，也有数千。说老夫见识浅薄，敢问于小姐救过多少人啊？我救过一座城。小小年纪，满嘴大话，看你这如羞未干的样子，恐怕连入门的道行都不够，还在这儿口出狂言。二哥，你看到了吧？大哥就是这样被你蒙骗的，还什么于小姐的后人？我看呀，就是个沽名钓誉之辈，咱们可一定不能轻饶他呀！哼，我本以为大哥请过来的人，哪怕没有高超的医术，至少脑子得正常吧？没想到，竟然是一个疯婆子！来人，把这个给我关起来！等到白先生治好了爹呀，我再跟他秋后算账。你想清楚了，我若离开这个房间，你父亲必死无疑。你敢咒我爹？你找死！来人！来人！把这个疯婆子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住手！大哥，你来了正好。他不准得罪于小姐，滚下去！大哥，他于小姐，我二弟生性顽劣，我替他向你请罪，赶紧向于小姐道歉。大哥，你要我跟他道歉？你知不知道，他刚才可是在咒咱们爹死。我能不知道你的性子呀？一定是你混淆是非，曲解于小姐，快道歉！三弟亲眼看见，他在咱爹的房间里边装神弄鬼，他还把咱们袁家的镇宅之宝沐尘珠当成垃圾给丢了，这也是我曲解他。说什么？大哥，你应该知道，沐尘珠对于咱们袁家来说意味着什么？这可是咱们祖上侍奉了几百年的仙人传下来的，能保咱们袁家顺遂的圣物。可现在呢，被他当垃圾一样丢了出去。于小姐，请给我一个解释。上面已沾染过多梵气，我劝你把它丢了，否则长明灯灭，你父亲性命不保。大哥，这可是咱们袁家镇宅之宝，你该不会因为一个疯婆子的话就真想把它丢了吧？是啊，大哥，这可是咱们袁家侍奉了几百年的仙人留给咱们保气运旺昌盛的圣物呀！我当初把沐尘珠留给袁家时，确实能保袁家昌盛。可如今，此物已被梵气玷污，留在袁家，只能是祸害。你说什么？
这沐尘珠是你留给袁家的？你给我闭嘴！那位仙人何等尊贵，我爷爷临死之前跟我们说，他能够侍奉那位仙人是他的荣幸。凭你也配冒充？大哥，你看到了吧？这个女人就是个疯子，把她留下来只会给咱们袁家平添祸害。快把她赶出去！大哥，哎呀，大哥！于小姐，你真有把握救我爹吗？他是死是活，全系你一念之间。留给你考虑的时间不多了。大哥，你可别听他的，二哥已经给白先生带到咱们家了，他一定能治好咱爹的。白先生，就是那个妙手回春、治过无数奇症的圣手医仙白老先生吗？不错，正是老夫。老夫行医半生，翻遍医书，可从未听说过什么长明灯治病的歪理邪说，可别遭人蒙骗呐！敢问白老，我父亲的病，您有把握医治吗？袁大少若信得过老夫，老夫自必竭尽全力。袁家主的病症，老夫治得没有1000，也有数百，自是十拿9稳。白老此话当真？他的病你治不了，唯有这半日明灯，才能保住袁绍红的性命。你们若执意留在这房间，只会害了他。我看要害人的是你。你不仅谋害我袁家至宝沐尘珠，你还想谋害我父亲的命。大哥，你还不让人把这些装神弄鬼的破灯给丢出去？你可千万别听信他的鬼话，耽误了咱爹的治疗。袁宏道，你想清楚，长明灯灭，你爹当生机断绝，再无活路。大哥，你还犹豫什么呢？白老先生才是真的能救咱爹的命啊！大哥，哎呀，大哥！于小姐，对不住了。来人，把这一堆破烂玩意儿都给我丢了！袁家该有此劫，时也命也。还在这装神弄鬼！来人！爹！你刚刚亲手毁掉了你父亲生还的最后一丝希望。你还在这装？等白先生治好了我爹，我看你怎么嘴硬。事已至此，拜托白先生了。袁大少都发话了，老夫自当竭尽全力。不过是风寒入体，经脉有些紊乱。这才施了几针，爹的脸色真的红润了。白先生当真是妙手，
我已封住了袁家主体内的寒脉，病情已无大碍。稍后不开服药方，每天吃药不出3日，袁家主定能药到病除。谢白先生，谢白先生。本来袁绍红生机未泯，还有半日可活，可如今你这针下去，不出3秒，他必死无疑。哼，小丫头片子，老夫醒你的时候你还未出生，教老夫治病你还嫩了点。3，哼，我看就是他的破灯被丢了，在这找存在感吧。来人，把这个姓于的给我丢出去！我可不想老爷子睁眼之后看到他。呸！晦气。2、1。哦，爹，这。袁绍红命数已尽，神仙难救。我既已出手，从今往后，我与袁家恩义两清。于小姐，于小姐，于小姐，于小姐！奇怪，我刚追出门，于小姐片刻怎么就不在了？难道？大哥，大哥！孙老，如今镇守山河的白虎神兽，因倭人的邪术而整日郁郁，已7日未食，连带各地灾祸不断。我等跪求老祖出世，救神兽。你们求错人了，这白虎神兽非我所赐，不是老祖您，那又是何等高人啊！白虎神兽，乃是当年大千道祖传给我的。可惜100年前就已无踪迹，如今恐怕早已作化。难道老天真的要亡我大秦？皇家主，古城暗哨来报，已是道主的后人现世了。你说什么？这位道祖后人，仅凭他一言就可以决断江家生死，而后他这袁家袁绍红因他而离开，而气绝身亡。如此是，如此说来，恐怕这于小姐就真的有当年于道祖万人之一的功力。看来这白虎神兽就真的有救。各位，速速随我去求于大小姐出山，救神兽。爹，大哥，大哥，爹有在咳血，大哥，爹，你不是说我爹的病就无赖吗？到底怎么回事？这肯定是袁家主体内余毒未清，极度难返。让我再试一针，定能稳定病情。那白先生，还请救救我爹。慢着，白先生，如果我父亲因为你而死，你知道你是什么下场？白先生，您怎么了？薛大少，袁家主的病实乃老夫生平罕见，老夫已经竭尽全力了。那我爹到底还有没有救？袁家主气息已绝，死死无生了。爹，袁宏道，你想清楚了。长明灯灭，你爹
当生机断绝，再无活路。居然真的跟于小姐言重了。袁老大，进来吧。来人，把这个庸医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死！袁绍饶命！饶命啊！袁绍，袁绍饶命啊！我怎么这么蠢，没相信于小姐的话呀？大哥，走，找于小姐。大哥，爹已经死了，大哥。于小姐是神人，要不是我忤逆她，爹根本不会死。和尚老不是说过吗？于小姐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她一定可以。走走。请于小姐出手救我父亲，袁家愿献出所有的财产跟奇珍异宝，只求于小姐出世救人。邪祟入体，神仙难救，这是袁绍红的运数，你们回去吧。黄家祖，于小姐就在这里。于小姐，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的。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跪下给于小姐道歉！大哥，当初要不是他在爹的房间里面装神弄鬼，害得爹错过最佳治疗时机，爹根本就不会死。你现在让我跪他，绝不可能。就是，如今爹已经死了，他有什么能救爹？除非啊，他是在世神仙。都给我跪下！你让我跪害死爹的神棍，我宁愿去死。滚！你给我滚出去！大哥，你会后悔的。二哥，大哥。你现在要不然给于小姐跪下来道歉，要不然跟你二哥一样离开袁家。如果她真是传说中那位于小姐，你别说让我跪下道歉，我就算到她门口跪个10天10夜，我也心甘情愿。可她根本就不可能是啊！皇家，蓝家，陈家。大钱护国五大家，求于小姐出世，救大钱，救大钱！不必跪了，你们回去吧。袁家我是不会去的。于小姐，袁家愿倾尽所有，只要你愿意出手相救，即便是我的性命，袁某也双手奉上。大哥，少家主，万万不可啊！大哥，平日里爹最心疼你了，爹怎么忍心看你为他付出生命呢？我意已决，你不要再多说了。你当真愿意为了你父亲以命抵命？只要你愿意出手相救。狗蛋倒是养了个好儿子。也罢，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袁家我就再出手一次。谢于小姐成全。带路吧。于小姐，这边请。跟你说，这于小姐真能把爹救活吗？这活死人肉排骨这术我都没听过呀。
于小姐，拜托了。改命。袁绍红体内生机已被唤醒，不出片刻，便能复苏。谢于小姐。这于小姐不是说已经把老爷救活了吗？她怎么还没醒呢？我早就说过了，他要是能治好我爹，我当场就给他磕。爹醒了，醒了，爹醒了，真的醒了，太好了，真的醒了。于小姐竟然真能起死回生，这是何等的仙术啊！你可算醒了，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爹啊！我只记得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小姐来接我了。梦？可不是做梦嘛，爹，刚刚差点经历了一场生死大劫呀！是啊，爹，要不是于小姐，你现在还在梦里呢。于小姐，那个于小姐在哪里？快带我去见她！狗蛋，你终于醒了。他刚才叫爹什么？狗蛋儿！爹，怎么了？这不是梦，小姐，真的是你。爹，老奴参见小姐。老奴参见小姐。起来吧。小姐，老奴总算见到你。爹在说什么呀？是不是睡的时间太长，睡坏了？爹，你是什么意思呀？什么是你是于小姐奴？于小姐便是袁家的天，便是袁家的天，袁家的天，袁家的天。于小姐自是我袁家的天，我自是她的奴。爹，你在说什么呀？你说他对咱们家有恩，我可以理解，但你要说他是咱们袁家的天，是不是太夸大其词了？咱们袁家在古城内可是第一大家族，除了老祖宗侍奉过的那位，还有谁能当咱们袁家的天呢？而且，虽然说于小姐救了你，但是她把沐尘珠当垃圾给扔了，这也是铁骨铮铮的事实啊！你们懂什么？小姐说她是垃圾，那她便是垃圾。丢了！爹，你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咱们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啊！我们袁家世世代代侍奉的主人，便是小姐。世世代代侍奉的主人，便是小姐。爹，你是说咱们袁家世代伺候的先人是于小姐？不错。错了，错了，我和二哥都错了。你这是做什么？我知道你们暂时无法接受，回头有时间，我给你们细细道来。如今呢，总不见他人。什么？逆子！我杀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刀，给我刀！
杀了你！哎，滚！逆子！我杀了你这个大逆不道的逆子！你不要！是我该死，是我有眼无珠，不仅差点断送了爹的性命，我还得罪了咱们袁家世代侍奉的先人，是我该死！你该杀！不要爹！该杀！滚！不必如此，因果自有定数。小姐饶你，那是你命好。从今日起，剃发为僧，去寺庙里忏悔，10年期满才可回来。谢于小姐。来人，把他带下去。是。小姐，我那个不开眼的二儿子，我一定让人把他绑回来，到你面前跪地忏悔。天现异象，大钱动荡，你微弱至极，难怪当时护国武大家会来求你。小姐，你不在府内休息吗？我有急事，要去一趟护国武家。护国武大家，那可不是我们袁家能够招惹的存在。你去陪着小姐，绝不能让小姐有任何的损伤。是爹。此行我们竟然连于小姐的面都没见到，难道真的是天要亡我大钱吗？请不到于小姐，这大钱又谁能拯救啊？天下能人异士众多，未必就没有办法。来人，以我护国武家的名义举办一场护国宴，谁要能在宴会上让白虎神兽进食，不仅能拥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更能成为我护国武家的座上宾。是。不愧是护国武大家族，好大的排场！就这场宴会的规格，够顶我袁家近10几年的收入了。这就是镇火神兽，好气派啊！小白，道祖，如今大钱气运了弱，山河绝脉，为了大钱的苍生，还请道祖指条生路。道祖，这是何意？让他镇大钱气运，挽大钱山河。道祖，此等大事不可儿戏啊！这是于小姐，小白，一家子未见，你辛苦了。哎，这不是袁家当代主事袁宏道吗？跟在他旁边的人谁呀？不认识。看他那样子，不过年方20。这袁宏道竟然带着这种黄毛丫头来参加这护国盛宴，真是不知礼数。哎，我说，你说他会不会是袁宏道找的姘头啊？住手！你们是干什么的？袁宏道，我记得我们宴请的宾客名单里面
没有你们袁家吧？啊？于小姐，这确实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我们赶紧走吧。我如果走了，他们恐怕会追悔莫及，因为普天之下能帮他们的只有我。就你，在场多少名门望族、医学世家都对白虎神兽束手无策，就凭你，一个袁家来的黄毛丫头，也敢在此放肆？我行不行，自有人知道。去告诉你们5大家主，他们跪求无果的人来了。前几日，父亲与其他家主曾去求见一位高人未果。难道是他？就凭你这黄毛丫头，也敢在这大放厥词，还说5大家主跪求你，你也配？要我看，这袁家就是昏了头，竟然带着这个疯婆子在护国宴上招摇撞骗。东省首富的位子若是待腻了，可以换个人坐。听到没？还不快滚出去！信不信由你们，但若是神兽因此殒命，你难辞其咎。报告。你不要相信这个骗子。二弟，你怎么在这儿？和你有什么关系？哎，等会儿，你刚才说他是骗子？没错，就是这个姓于的女人，害死了我的父亲，还毁掉了我袁家的传家之宝。什么？这个女人在我袁家装神弄鬼、招摇撞骗也就算了，现在竟然骗到这里。皇上，这种人绝不能留。二弟，于小姐已经把爹救活了，知不知道？你还想骗我？我亲眼看着我爹死的，就是这个姓于的害的。皇上，你也看到了，此女极善蛊惑人心，她都把我大哥骗成什么样子了？还请皇上做主，将这个姓于的赶出护国盛宴。说的不错，今日这护国盛宴啊，可是关乎我大钱的未来。像这种心术不正的人，绝不能留，我们把他赶出去。好，既然如此，那便……我若是走了，普天之下再无人能救神兽白虎，大钱动荡，你便是罪魁祸首。姓于的，事到如今你还敢口出狂言？在座的诸位，哪一位不是我大钱的栋梁之才？救郑国神兽，何时需要你来救？凡夫俗子再多，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你说什么？不过一个黄毛丫头，竟敢跟在场诸多豪杰叫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闭嘴！你谋害我爹不够，还想谋害神兽大人？皇上，谋害大钱郑国神兽，形同叛国。我建议应该把这个姓于的女人直接抓起来，以儆效尤。自己惹了中怒，那就怪不得旁人了。来人！完了，这下真走不了了。把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给我压下去，听候家主发落。于小姐，快走！老祖，如今护国宴已网罗天下豪杰志士，可依然没有找到能让神兽进食的好办法。难道离了于小姐，我大钱真的再无一人能救郑国神兽了吗？找不到于小姐，大钱完了呀！好家
强大的气息，来了位大能。老祖，您这是怎么了？护国宴上来了一位大人物，尔等速速前去迎接。好啊，你还敢还手？敢在我们五大家族面前闹事，你还是一个！皇上误会啊，我们绝无半点冒犯五大家族的意思，这都是误会。于小姐，你快解释解释吧，不然我们真走不了了。我便站在这里，我看他们能拿我如何？你是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罪，还不知悔改。行，今日我上京沈家，愿助五大家铲除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疯婆子，还有我海城王家、西川谢家、北海陈家，惹了众怒，今日你必死无疑。来人！把这两个不长眼的家伙给我拿下！快点！这次真死定了。大哥，我早就告诉过你，离这个姓于的女人远一点。事已至此，弟弟帮不了你。住手！完了，侵扰了五大家族，我们彻底走不了了。爹，就是他，一个在袁家装神弄鬼的小丫头骗子，竟敢跑到咱们五大家族面前闹事。此人如此年轻，定不是老祖说的大人。那位兴许才到门口，必须尽快把此事处理了，免得惊扰了那位。敢在这里撒野，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完蛋了，就彻底完蛋了。这张脸怎么会如此熟悉？当初你们跪在门口求我与我相见，现在我亲自来了，你们确定要赶我走吗？错不了，和道祖的样貌如此相像，他一定便是那道祖的后人，于小姐。我们武家的家主都来了，你还敢装？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给我绑了，交给我爹处置！你个逆子，还不给我闭嘴！爹，你打我干什么呀？还打你干什么？我现在就让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护我武家，拜见于小姐。爹，你为他干什么呀？你个逆子，还敢问？这位可是我们大前道祖后人于小姐。是道祖后人？什么？大前道祖？他居然是大前道祖的后人？这怎么可能啊？他不是袁家请的一个神棍吗？怎么会是道祖的后人呢？护国武家就是这么教导后人的。于小姐息怒，老夫这就将这个逆子给赶出武家。来人啊！哎，王家主，琳琅固然闯下弥天大祸，可如今救神兽才是重中之重啊！待我们把神兽救活，再主持他也不迟啊！哼！于小姐，是老夫御下无方，您放心，等此事了结，老夫定不会轻饶这个逆子。知道了。还请于小姐出手，挽救大前于危难啊！如今大前震旦，民生危难，都只因那白虎神兽一直不肯进食。如今已有7日，白虎神兽危在旦夕呀！听闻于小姐是道祖之后，定会有办法解救神兽。还请于小姐出手相救。今日我便是为了此事而来。谢于小姐。安家主，你说这于小姐生得如此年轻，难不成真有这么大的本事，能救白虎神兽？倘若能成最好，倘若不成，
黄家主，这里便是众人献上的灵丹妙药和珍馐，可是镇国神兽还低迷未尽。行了，都下去吧。是。这是千年灵芝、万年仙参，还有珍珠白玉汤，这神兽的桥上。于小姐，你也都看到了，我们已经是集大钱之力，把那搜集到所有珍贵的药材和仙丹都在这里。可是白虎神兽依然不肯进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怕是神兽性命危矣呀！还请于小姐想想办法，救救神兽啊！于小姐啊，这些奇珍异宝，我们袁家1/1000都要拿不出来，所以这……皇少，依我看，就算他是那个道祖后人，他也是个草包，根本就救不了神兽。哼，果然把救神兽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不到20岁的黄毛丫头身上，果然是异想天开。就是，我大千真的是天数已尽，无人可救了。这些小白都不爱吃，你们去买2斤草鱼。草鱼？草鱼是何意啊？自然是他的吃食。什么？听于小姐的意思，是说这护国神兽之所以不爱吃那上等的珍馐和药材，是他想吃这草鱼喽。哎呀，这真是我平生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了。皇少，你看，我就说吧，他就是一个草包，他以后要是治不好神兽，我一定让他好看。于小姐，这世间顶级的食材，神兽都瞧不上，你买草鱼，这不道啊这！小白生平最喜欢的便是草鱼。于小姐，我们敬你是道祖的后人，恭恭敬敬的请你到府内，这种玩笑可开不得。就是，别当我们武大家的礼待当做是你肆意的借口。于小姐，说你真有本事能治好神兽，我等自是把你封为上宾。但你若治不好，便坦言相待。神兽大人可没时间陪你在这瞎闹。信不信由你。你行了，来人，去买2斤草鱼。是。不是，我没听错吧？这黄家主居然真的听他的去买这草鱼了？这堂堂护国神兽，竟然喂他吃草鱼，简直滑天下之大稽。反正我是闻所未闻。王家主，他对神兽如此不敬，你怎么还听他的？就是，白虎神兽于我们武大家而言，那是何等尊贵的存在。我们何时不是珍馐玉月、神丹妙药这么供着他？何时为他吃过草鱼这种凡间俗物？于小姐啊，镇国神兽买草鱼，是不是太儿戏了？这个东西对于小白而言，草鱼比他们准备的这些东西好上1000倍。什么？他刚刚竟然称呼白虎神兽为小白？王家主，你听听，这都说的什么话？白虎神兽连这些珍馐神药都看不入眼，难道会爱吃你所说的什么草鱼？王家主啊，你快说句话呀！于小姐是道祖后人，我相信你。黄家主，三思啊！行了，不必多言，就喂草鱼。简直是胡闹！居然敢喂堂堂护国神兽吃草鱼！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我们武大家的脸往哪搁呀？护国武家又比天下万家高贵了多少？哎呀，姐，你可别再说了，我求你了，行不行啊，姐姐？大言不惭！依我看，这个于道祖的后人没有传言中那么神异，不过是个沽名钓誉。啊，不好，神兽暴露了！一定是因为他对神兽不敬，才
导致神兽勃然大怒。于小姐，我们武家因你是道主之后，从未有所怠慢，但你却不敬神兽，引来责罚，你到底意欲何为？于小姐，事到如今还跟他说这么些有什么用？依我看，就算他是道祖后人，但是传承已早已没落，指着他来救白虎神兽，简直就是昏了头。我们先想想怎么安抚神兽吧。别神兽没救活，先被他照着神兽之怒劈死了。你要的草鱼买来了，还敢拿着破鱼？没看到神兽都气成什么样了吗？还不快把他扔了！自讨苦吃，竟然敢在白虎神兽发怒的时候火上浇油，看神兽大人不会轻饶了你。姓于的，你自己找死，怪不了别人。小白，吃饭了。不好！都怪他，非要为什么破鱼惹怒神兽，现在该怎么办啊？我早就说了，这个黄毛丫头，她能有什么真本事？如今她惹怒了神兽，她是全责。是啊，神兽大人，是他冲撞了您，您要责罚，便罚他就是了。全都是他一人之过，与我等无关啊！都是他的错，他才罪该万死。你对神兽大人不敬，我看你这样怎么死！他该没本事还装模作样，怒了神兽，他死不足惜。吃了他，吃了他。这是没看错，我没看错吧？堂堂武家的护国神兽，在他面前竟然如同一只温顺的小猫，他到底是谁？谢于小姐救我武家护国神兽。于小姐，这白虎神兽的性情难以琢磨，就连我们侍奉了几十年的家主，他都没给半分的好脸色。您这是怎么做到的？于小姐，难不成这就是当年道祖传授于你的神通？定是如此，否则怎么能解释他与神兽之间如此亲密的动作？要知道，连我们武家老祖都未能得到神兽如此的青睐。不知于小姐可否传授一二？啊，您放心，只要您愿意相授，我们武家的奇珍异宝任你挑选。小白本就是我的座下余奴，与我亲近些又有什么奇怪呢？你的座下狸奴？与我亲近些又有什么奇怪呢？他的座下？你说这白虎神兽是你的座下狸奴？没错。于小姐，哪怕你救了白虎神兽，与我们武家有恩，但这也不是您能信口开河的理由。不想交便说不想交。我们武家呀，也并非是那强夺豪取的人。但于小姐，你别说这种荒唐理由，难是不把我们武家还有护国神兽放在眼里吗？于小姐，这个事情关乎到武大家族的声誉，如果惹恼他们，我们今天在劫难逃啊！于小姐如此言之凿凿，那你可知这白虎神兽是当年大前道祖赐予我武家老祖的镇国神兽？我自然知道。既然知道，还敢明知故犯？听于小姐的意思，您难道想说，你便是当年将镇国神兽赐予老祖的那位大前道祖？没错，你说的便是我。你不是吧？这个人居然说他是大前道祖！如今的这小丫头，只不过是得到了祖辈的蒙阴，学了些术法，救了这白虎神兽，竟然就数典忘祖，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知道了。我们老祖都说了，于道祖于100年前便已作画，
你怎么可能是于道祖？于小姐，道祖与我大钱有恩，地位决然，不可僭越呀。您这……于小姐，兹事体大呀！于道祖对于大钱而言是神明一般的存在，你就跟他们解释说，刚刚是在跟他们开玩笑。于小姐，你年纪尚小，这个年纪的人都喜欢炫耀不属于自己的功绩。只要你诚心认错，并且对着白虎神像磕头道歉，我们可以原谅你的过错。认错？我何错之有啊？好，大家也都听到了吧？大钱道祖创不是功名，振山河气运。这位于小姐不仅冒认道祖之名，还死鸭子嘴硬，不知道悔改。哼！我看你简直就是玷污道主声誉。此事当真？此事千真万确。不错，这于道祖是何等风光人物，怎会生出你这等欺师灭祖的后人呢？各位，听我一言，我怀疑这位于小姐根本就不是道祖的后人。他不是道祖后人，那这逆子，给我闭嘴！于小姐的身份，岂是你能妄议的？王家主，贤侄的话，我倒想听一听。据这位严家二少爷所言，这位于小姐一入袁家，便要了千年沉香、百年黄金叶，还有凤鸟长明灯。试问，若这位真是那位道祖的后人，又怎么会是一个贪图物欲之辈？袁为君，你血口喷人啊！于先生当时明明是在……我倒觉得贤侄所言有理。若是于小姐真是那道祖后人，又怎会冒认祖辈的名号？大钱道祖此等人物，又怎能教出你这种小辈？我看呐，你就是蓄意冒充我大钱道祖的后辈。蓝家主，此言有理。说，你到底是什么人？于小姐，你赶紧说句话呀！无凭无据，你等不可胡乱猜测。不管怎么说，于小姐救下这白虎神兽，对我们武家有恩，这可是铁铮铮的事实。王家主，他救了神兽是不错，可这恩人的名讳，未免言之过早了吧？谁知道他救神兽到底是何居心？没错，若是你的身份来历不清不楚，那怎能解释他如何救白虎神兽的事？昔日的护国武家竟养出你们这些颠倒黑白之辈，看来大钱还真是江河日下呀！说什么？于小姐，别说了。我说，你们一个两个都不配武家之主的名号。这七夕是道祖，道祖现世了！哈哈哈哈哈！敢跟武大家作对，于白，这一次你彻底完了。武大家主动怒，谁也救不了。这次真完了。好，看来我武家是太久没有出事了，如今居然连一个连身世都不知道的黄毛丫头也敢对我们这么说话。现在跟他废话那么多还有什么用？他冒充道祖后人，罪该万死。我们现在就把他抓起来，凌迟处死。慢着，此事尚有疑点，不可冒进。王家主，你没听到吗？他刚刚对我们如此出言不逊，此事交由我们处理。今日之事，若老祖怪罪下来，由我蓝起一人担着，算什么承谋？还有我。于小姐，您自求多福吧。黄某爱莫能助啊。于小姐，实在不行你先逃吧，我帮你垫后。他们武大家族怎么说也是名门正统，应该不会为难我的。我今日倒想看看武大家能拿我如何。都死到临头了，还敢在这大义之谈？
冒认大前道祖，公然挑衅武家，今日我等便替天行道，铲除你这个污蔑大前道祖的祸害。杀了他，杀了他！想跟我作对，下地狱吧你！还不给我住手！还不给我住手！这黄毛丫头竟然连护国武家老祖都招惹来了，这一次啊，她是插翅难飞了。敢跟武大家作对，他就该料到会有此下场。完了，连武大家的老祖都来了，这于小姐也逃不掉了。老祖，我们刚刚正在惩戒这个冒充大前道祖的鼠辈。冒充道祖，鼠辈，不错呀。此人不知在哪儿偷得大前道祖秘法，先是冒充道祖，接着还大言不惭说白虎神兽是他给您的，您说这多可笑！确实可笑。老祖放心，我等现在就把这个大前的祸害捉拿，就地正法。老祖，就是那个姓于的，老祖，他的名讳，也是你们能够随便妄议的吗？您不先惩罚他，为何对我们？还敢问为什么？护国武家的脸都被你们丢弃！于小姐，这徒儿孙浩山拜见大前道祖。什么？大前道祖？大前道祖？这怎么可能？他们刚刚竟然对大前道祖出言不敬，完了，全完了！都过去！孙浩山，徒儿在。这便是你带出来的护国武家。这还请道祖息怒，是徒儿御下无方。老祖，您这不是在开玩笑吗？玩笑？我像是在开玩笑吗？于道祖，他真的是刚刚这是做了些什么？于小姐竟然便是那大前的道祖，我们袁家竟攀上了这样一座大山。师尊，徒儿这就废了这群有眼无珠的蠢货，好让您消气。老祖，他们四大家主确实冲撞了于老祖，可他们四人毕竟苦守武家多年了，罪不至死，还请老祖能网开一面。滚开！我孙浩山没有这样眼盲心瞎的后辈。这是这是怎么了？连神兽白虎都受到惊吓了，这动静是倭族！哎呀，不好了，倭族来了，快跑呀！倭国人死人了，怎么办？呀西，
你们这些大臣的废物都在呢，正好，省得我一个一个找。今天，通通把你们一锅端了。宫本藏，门外有护国武家的乾坤大阵，你们是怎么进来的？难道武家中有奸细啊？奸细？有奸细？这要是真的就……区乾坤大阵。我只是用了我倭国道主赏赐的八尺琼1/1000的功力，便细手握住。待他老人家来了，你们通通完蛋！倭国道主，这是钩索玉。石川，今日是你出师下山历练之日。这个钩索玉便是赠礼。多谢师傅。切记，下山之后心怀苍生，不可胡作非为。弟子谨记。有了这钩索玉，这天下有什么我得不到的？要想我心怀苍生，做梦！当年他下山后便销声匿迹，原来是去了倭族。倭国道主，倭国道主，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啊！他曾凭一己之力屠了一座城，他要是来了，我们都得玩完。他竟然只用了这8尺琼，便镇压了我的，连白虎神兽都难以抵挡。哪怕大前有余道祖此等存在，恐怕也难以招架。我曾听闻，那是个残暴的邪修，一旦被他抓住，不出半日，便会魂飞魄散，形成骨消。知道怕了吧？知道了，还不束手就擒？等倭国道主来，或许可以考虑让你们武家做我倭国的一条看门狗。蛮夷小卒，倒敢放肆！你又是哪来的一条野狗，也敢在这里嗷嗷狂吠？把你嘴给我放干净一点。这位是我大前道祖。啊，大前道祖，好大的威风啊！就是不知道能在我8尺琼手上过几招啊！区大前道主，在我师尊面前只不过是一招之敌。不过只要你乖乖跪下来，在我面前磕头求饶，我可以考虑让他老人家给你留一条全尸。孟直川若是敢来，我便废了他的修为。你认识我师尊？哈哈，毕竟是活了这么多年的老不死，肯定在哪里听过我师尊的威名。但我告诉你，别以为你和我师尊有点交情，他就会对你手下留情。他若是敢踏入大前一步，我定以师门之法惩戒。师门之法？师门之法？你唬谁呢？你是想说你是我倭国道主的师尊？是又如何？我呸！凭你也配？是真是假，待孟直川来了，你便知道了。于小，不对，于道祖，倭国道祖杀人不眨眼，乃罪恶之极之徒。你先撤，我定给你拖足时间。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们，我等定将誓死守护大前威严。你们，老祖，刚刚是我有眼无珠，冲撞了于小姐，但我武大家中绝没有贪生怕死之辈。不错，我愿以血肉之躯撼大前威名。就你们几个酒囊饭袋，连给我提鞋都不配。那我们就手底下见真章，不自量力！道祖，趁现在快跑！啊！
不堪一击。你道祖固然说的没错，大钱只不过是一群不堪一击的鼠辈罢了，连我八尺熊一招都接不了啊！不要冲动，你内脏一伤，不可再消耗内力。师尊，都怪徒儿太没用了。不，你们已经尽力了，退在一旁。现在连我们护国5家的家主都斗不过那个什么八尺琼，那我们还能指望什么呀？这完了！我上有8旬老母，下有10岁孩童要讲，我可不能死在这里啊！这还有谁？老头儿，要不要来试试我师尊这8尺琼的威力呀？道祖，别去啊！公所玉不是你这么用的。这是师尊给我的无上至宝，怎么会？到底是谁？大钱道祖。不愧是道祖啊！哼，现在就连你这个天地至宝都已经被我们道祖徒手捏碎了，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怎么会？不可能！你究竟是怎么办到的？它本就是我的认主之物，我让它碎，它便碎。一派胡言！这分明是我们我国道主的随身之物，你敢说是你的？你不要过来！我国道主马上就到，你再敢上前一步，等他来了，定让你生死随便！他若敢来，我定要他形神俱无。是哪个黄毛小儿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我师尊来了，你们不晚了。师尊，就是这群大小的鼠辈对你不敬，徒儿觉得不如把他们做成标本挂在墙上，让大前所有的人都知道师尊您的威名。不错，护国5家还有他们的先祖，倒是适合我执掌大前后的第一批亡魂。佛国道子，你不要太嚣张了，有老夫在此，大钱就绝不会落到你这种人手里。没错，大钱5家绝不是任人欺辱的。想要吞并大钱，先过了我们这关。一群跳梁小丑，也敢在我老夫面前蹦跶。孟池川，你好大的威风！哪来的蝼蚁啊？也该在老夫面前。师尊，就是这个蝼蚁，刚刚对您大言不惭，说您是他的徒儿。我这个女人，她曾师尊。师尊，你怎么会他？他算个什么东西？闭嘴！都是你害的。师尊啊，徒儿真的不知道啊，不然你给我100个胆子，10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呐。哎，我这没听错吧？这倭国的道主叫咱们于道主师尊，你没听错，我们道祖竟然还是倭国的师尊，简直太给我们长脸了。没想到这于道祖还是那倭国老祖的师尊。我们刚刚竟然在这种人物面前放肆！哎，师尊如今到底是怎样的修为啊？于小姐不光是我袁家的天，是大姐的天，更是这天下的天呐！
师尊呐，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弟子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护国5家掌大钱律法，他们就交由你们处置了。是。给我一次机会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不敢了。我还是更喜欢你们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你刚才不是说要来我们武家当一条狗吗？倒不如就由你们2位来我们大钱武家当一个门卫，大家说如何呀？好！哎呀，你让倭国的鼠辈当武家的门卫，太便宜他们了。你走！好，我们愿意当武家的狗，我们愿意当武家的狗。我也是，我也是。于道祖，于道祖，慢走。于道祖，5大家的事情已经结束，不知道你后面还有什么打算？如果你要是还没想好的话，要不先去我们袁府上安顿，然后再从长计议。于道祖，于道祖，袁维俊，你还干什么呀？你误会我了，我这次过来是给于道祖道歉的。我之前一心想着父亲的安危，既然冲撞了于小姐，还请于小姐策法，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道祖，你是袁家少主，这件事便交由你处置。大哥，道祖这是什么意思？既然道祖大人有大量，当然是原谅你了，还不给道祖道谢？你快点！谢道祖，多谢道祖。大哥，就是不知道父亲能不能原谅我。小姐都原谅你了，我还能拿你如何呀？爹，爹，只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要和你3弟一起剃发为僧，去山上闭关20年。20年？爹，不是我。哎，3弟可比你先过去，记得叫他为师兄哦。大哥，你也笑话我？你别在这里谈了。小姐，先去府上歇息吧。此事随缘。